美女，你这个事业线啊很白哦，是很长。来，算下手，看，你这道沟很深，有沟必火，旺事业。大师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铁口直断，不准不要钱。小雪，你别被他骗了。你看他坐这儿跟要饭似的，真要有本事，那些有钱人不得排着队来找他？沈家家主沈一泽携犬子沈松拜见修罗杀神。拜见修罗杀神。修罗杀神，那不是杀手之王吗？我，杀神，认错人了，我就一算命的，不是。爸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那位传说中武功天下第一的修罗杀神，怎么可能是一个江湖骗子？住口！修罗大人，我知道您已经金盆洗手，我不是请您杀人，而是想请您庇护我孙女1年，酬劳1个亿。这些是定金，这是全款。我这孙女耗费10年心血，研发出一款能修复端纹体、治愈渐冻症的神药，这才接连遭遇刺杀。大人如果出手，实属利国利民的正义之举啊！可这种事儿你们不该去找国家吗？找我干嘛？何况我真的不是什么修罗杀神，这笔钱与我无缘呢。小骗子，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沈家家主亲自来请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是吗？我不管你是，我只知道你要再不滚，那就一个都别走了。你这蠢货！修罗大人，犬子唐突，万分抱歉，这些钱全当赔礼。若是修罗大人改变主意，愿意出山相助，我沈家必将须佐以待，扫榻相迎。快搜！他中了红颜罪，肯定跑不远。等等，她是你孙女儿？对，照片上正是新药生命之源的研发人，我的孙女儿沈雨熙。哎，我就说他是个江湖骗子，就刚刚那点戏法，街头卖艺的谁不会？现在看到我女儿的照片，难不成还想骗色？孽畜，胆敢对修罗大人如此说话！不过，大人，我家雨熙自小就是个美人坯子，您若不嫌弃，大不了我将雨熙许给您都行。爸，你疯了！他是骗子！一言为定。岳父在上，受小婿一拜。有意思，看来我这便宜小友人麻烦不小啊。修罗大人，我已经把您受雇的消息告诉雨熙，不过您真的不把婚约的事儿也告诉他吗？哎，岳父大人，我秦晨可是花丛妙手，玉面小郎子，感情的事儿得我自己来，你看我操作。明白，那请大人稍待片刻，雨熙马上就来接您。快让开，小心！不用，我已经接到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你是谁？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秦，名晨，是你爸和你爷爷专门请来的贴身保镖。保镖？你不就是个保安吗？哎，别误会，我是故意这么穿的，为了方便我混入人群。哦，原来他们说的人就是你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我警告你，我不需要你这种来路不明的人来保护我。现在请你立刻马上下车。这个是你说的，那有什么危险我可见死不救喽？你可千万别后悔。你这种想复攀附沈家的屌丝我见多了，就算你是特种兵，我也瞧不上。何况光天化日之下，我自家公司门前，我能有什么危险？我后悔什么？
你不是不后悔吗？自己想办法呗。踩油门！什么？再不踩，我们的美女总裁就要香消玉殒喽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样，靠谱吧？有枪！现在想雇我这个保镖吗，小美人？吓坏了吧？不过有我这金牌保镖在，谁也动不了你一根毫毛。来，让我把你胸口的窃听器取了。臭流氓！雇那么多人来演戏，还徒手接子弹，短剧看多了吧你？当我傻呀？啊？演戏？喊你个头！难道不是吗？为了当上保镖跟我玩套路，我呸！你是不是还想说我这个是窃听器？看见没？我车里可装着最先进的反窃听装置，要是有窃听器，这撞被早响了，还轮得着你？是吗？是。下次记得打开开关。你。沈总，出事了！咱们城东那块刚开工的地皮被方明抢了。什么？到底什么情况？我刚收到消息，方明不知通过什么渠道，重新向政府提交开发申请，要重议那块地皮的开发权。要是被他得逞，那我们药厂的筹建工作岂不是全白费了？无耻！我明明是通过公开招标拿的地，为了阻挠我生命之源的发布，他们居然这么卑鄙！看来沈总遇到了不小麻烦，怎么，需要我帮你解决那家伙吗？就你？那方明可是包工头出身，黑白两道通吃的狠角色，他可不会陪你演戏。你这种瘦不拎拎的小保安过去，要是被他乱棍打死，我可不想给你收尸。那如果我真替你解决方明，这个贴身保镖是不是就当定了？你要真有这种本事，别说保镖，当我家沈总老公都够格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我就等着你家沈总叫我老公。你美女，那方明的办公室在几楼？你有预约吗？就问。我的做事风格不需要预约。没有预约就请回吧，我们方总可是很忙的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见的。哎，美女，你要这么讲话，那我可得跟你友好沟通一下了。你要再不滚，我可叫保安和你沟。Go！ 你几楼？他谁他妈来老子公司闹事儿？方总，就是他，一个臭保安，不仅打碎了您从法国空运回来的大理石，还想非礼人家，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。哦，居然还有人敢招惹我们小宝贝儿啊！方总是吧？你来的正好，咱们谈点业务。跟我谈业务，你他妈也配？给我废了他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从外面请来的国际雇佣兵，你到底是谁？我，沈总的贴身保镖罢了。既然方总不想谈，那我就用你能听懂的方式，好好跟你谈。走什么，小宝贝儿？说吧，是谁派你针对沈总的？
是程氏集团程少，程家可是当年凶名赫赫的白龙堂，这些年垄断了土石建材生意还不够，洗白上岸后又打算涉足医药领域。正好沈家那位新任的美女总裁研究出一款神药，程少就专门吩咐让我们不断给对方下绊子，方便他动手。下个绊子就派人刺杀，恐怕没这么简单。不过我看你也是没少犯事啊，既然这次敢对我的女人动手，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。别，哥爷不，杜总，地皮我不要了，我还愿意用一个绝密消息换我的狗命。说来听听。爷爷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怎么什么人都信啊？我调查过了，你找来的居然是个江湖骗子，这种人怎么能当我贴身保镖呢？你这孩子，这可是老夫亲自前去为你请来的能上天入地的大人物，你可得乖乖听他安排。还上天入地呢？我看他现在怕是被那方明给打成肉泥了都。算了，我得去贷款抢地皮了。爷爷，求求您以后少给孙女找点事儿吧，挂了啊。唉，真不靠谱。累成这样，要不让贴身保镖给你摁一下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快出去！你没听见我敲门吗？而且作为贴身保镖，24小时待在雇主身边，不是理所应当？你臭流氓！我什么时候答应你当我的保镖？还贴身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对了，你不是说要去找方明，让他放弃竞标吗？怎么吓尿裤子不敢去了？也是，你还有点脑子。知道不要去送死。送死？我这不都胜利返回吗？不过你也没说错，那方明的确吓尿裤子。吹牛！喂，不许在我办公室抽烟。还有，你都把牛皮吹破成这样了，那就别怪我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你这个来路不明的臭流氓滚蛋！喂，什么？方明放弃竞标了？放弃竞标？你是说你那么多雇佣兵，被一个保镖逼得放弃竞标？程少，您不知道，那小子邪乎啊，7、8个雇佣兵被他几招就废了，我实在不是他的对手啊！所以你就把老子安排的事情当做耳旁风啊！滚吧，别让我再看到你！多谢程少，多谢程少，多谢程少！不用谢了，下辈子注意点。啊！臭娘们儿，等你落到我手里，看我不好好抛在你！不过还想开工，做梦！来人，带上家伙，跟我去城东工地砸场。是，保镖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有多能打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方明那种人怎么可能主动放弃地皮？你别管我怎么做到的，你只需要……你要干什么？沈总，事儿我也办完了，那现在我这个保镖可以贴身上岗了吧？叫声老公听听。你臭流氓，我可没答应要叫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过了这关，顶多算你保镖试用期。你要是在试用期的乱来，我就有权开除你。是吗？那沈总这试用期打算多久？1年、2年，还是一辈子？那不如我先收点利息。你想干什么？沈总，不好了，工地出事了！住手！哟，沈总终于来了。上次一别，令我魂牵梦萦，终于舍得露面了。程飞，我不管打的什么鬼主意，这个药厂涉及了我沈氏集团的核心项目，我不可能退让。你开价吧。晚了，臭婊子！老子带人过来是跟你过家家吗？老子现在就办了你！
我的女人，也是你能碰的。你他妈又是谁？快放开我！秦晨，快松手！你是不想活了吗？程家背靠白龙堂，我们得罪不起的。哼，区白龙堂一个不入流的小组织，还不配被我放在眼里。程少，他是我的保镖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生意上的事我们好好谈。保镖？他就是白天跟方明抢地皮的那个小杂种。他妈的，这种货色也敢动我！我去你妈的！有意思，出山一趟果然有趣。我已经有多少年没碰到过这么不知死活的野狗。出山？你还把自己当成什么绝世高手不成？小子，你他妈才是沈雨欣养的一条野狗！20年了，你还是第一个敢对老子动手的人！我呸！换做以前，你这种给人看门的贱狗，往上数3代都不配给老子擦皮鞋。程飞，你够了！他只是在保护我。哼，保护？我看你这保镖分明是在打扰咱们洞房花烛呢。不过既然你连条狗都教不好，那不如就让夫君来替你管教一下。小杂种，给我跪下，把你爹我这双鞋舔干净，否则今天我就一寸寸的拆了你那贱骨头，是吗？换做以前，像你这种不知死活、敢在我面大吼大叫的人，已经死了100次了。秦晨，你快闭嘴吧！他可是程家少主，白龙堂少堂主，可不是秦晨你这种小保镖能得罪的。方明在他面前也不过是一条哈气的狗，你再这样大言不惭，就连我也保不住你。哎，沈总，别抢功，现在可是我在保你呢。我跟你说不通。够了！小贱人，你不是要谈吗？现在你就把沈氏集团生命之源的配方交给我，然后伺候老子，否则今日这小子留不下一句拳。拳你大爷！你他妈的敢踹我！上！都给我上！给我弄死他！这怎么可能？比以前慢2秒。至于你，你别过来！我可是程家唯一的儿子，京海黑白2道，谁不给我3分面子？你要是敢动我，我保管让你今天走不出京海！不好，沈总，这是程家的穿云箭。什么？好大胆子！京海居然有人敢招惹程少！走，跟我去把他碎尸万段！什么玩意儿？穿云箭？秦先生，程家能在京海混到现在，靠的不只是钱，他们背后养着无数手段狠辣的江湖打手。这支穿云箭一旦放出去，方圆10里的江湖人士，无论在做什么，都必须赶来效命。秦晨，你惹出大事了，你快跑吧，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的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，婊子，你就等着吧，待会儿老子就派人过来打断这小杂种的手脚，让他亲眼看着我在这办你。是吗？剑是放了，人不是还没到吗？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我先给你松松筋骨。谁敢动程少？谁敢动程少？完了，是铁锤帮的人，那个京海最凶残的地下组织，号称京海地下拆迁队的铁锤帮，他们居然是程家的人。不错，铁锤帮就是我程家的黑手套。之所以没人知道，那是因为迄今为止就没有人能活着从他们手底下走出来。什么斧头帮、锤子帮的，哪来的阿猫阿狗？秦晨，那可是地下势力。完了，这回我们都跑不掉了。没错，得罪了程少，今天一个别想跑，就是你小子敢碰我家程少！刀哥，你总算来了！就是这小子打了我不说，还扬言废了我，
今天你必须给本少出这个口气。小爷，今天刀爷我心情好，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跪下给程少道歉，自己把手伸出来，我砸上3锤，这事儿算完。第二呢？要么让那2个妞过来，一个伺候程少，一个让兄弟们都过瘾，还得程少要的东西老老实实交出来，我可以勉为其难，只打断你的4肢，给你留下第5只以后用，你说怎么样？有意思，我选第3。第3？那是什么？当然是，操你妈！刀哥，他妈的，老子废了你！小心！这怎么可能？老子就不信了！吃我天马流星锤！这就是铁锤帮。不，我的宝锤！怎么可能？这可是天外云铁打造的锤子，怎么可能被一把捏碎？接下来，是不是该你选了？你别过来！我告诉你，我身后还有高手！啊！姚人，你当我是傻子，等着你套娃？有这么痛吗？怎么刀爷叫的跟娘们似的？有种你别戳了，让我放出穿云箭，杜爷一来，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我葬你妈！你好大的胆子！糟了，是杜生来了。杜生就是当年和程家家主程天龙血洗金海程家的血手帮帮主，一招鹰爪功出神入化，就连金刚都能徒手捏碎。什么？那秦晨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鹰爪功，有点意思。硬气功，小子，你也有点意思。杜叔，上面的人说了，申玉溪手里的生命之源另有秘密，还有这小杂种，他必须死。小子，你有点意思。今天若是你自破罩门，沈氏再主动交出生命之源配方和程氏合并，那我倒是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破罩门，你要不来自己来试一试？杜爷，我们无意冒犯，配方的事情我们可以再谈，还请放他一条生路。晚了，申雨溪，识相的话现在就答应老子的条件，至于留他狗命的事儿，我们床上慢慢商量。好啊，不如我们先商量。杜叔，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找死！好硬的罩门！就这，哼，你给我挠痒痒，小子，这是你逼我的。鱼肠剑，居然是传说中削铁如泥，能刺穿万物的鱼肠剑，秦先生这下完了。小子，你硬气功再硬，硬得过鱼肠剑？消失已久的4大名剑，听闻此剑吹毛短发，一击之下，天下之物无不洞穿。我倒很想见识一下。哼，既然你赶着送死，那我便成全你。别小心，快跑！金刚不坏，这怎么可能？就这，还有没有更厉害的？小子，别得意，硬气功是吧？我不信你还能接得住子弹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居然能徒手接子弹！点4五口径格洛克手枪，这可打不死人啊！还你喽！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。你们惹了不该惹的人。姓秦的，你能接子弹，老子不信你的女人还能接，给我打死他！先走！
不信邪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样的实力，这样的人物，绝对不是我能惹得起的。不信，我不信，我要杀了你！杜叔，你打我！程飞，你到底招惹了什么人？还不赶紧跪下！大人，我有眼无珠，冒犯了您，求您饶命！饶命？你刚才不是挺嚣张吗？又是鹰爪功，又是鱼肠剑的，还玩枪？是我瞎了狗眼，瞎了狗眼！大人要怎么罚我都认，只求大人能高抬贵手，饶我一命。想活命，好说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啊！还不动手！大人，这块建药厂的地皮，明天天亮之前开工批关就会送到沈家。还有，这是我血手帮的金库，1亿现金，就买我们几个命。1个亿？哼，算你识相，滚吧！不，你们不能走！你们可是收了程家钱的废物！程少，你怎么说？不，就这还学人电影搞黑帮？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让我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哥，不是爷爷，祖宗，我错了，小孩子不懂事儿，刚才都是闹着玩的，你饶了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那你说，今天这事儿怎么解决？我赔钱，5000万，卡进我兜里。还来，还想套娃呢？我手滑，卡在我裤兜。你他妈！你身上到底藏了多少？没了，真没了，卡在这儿。这是晕了。大名鼎鼎的程家少爷，就这胆子？老板，搞定了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小杂种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我要去请大夏最强的杀手，我要杀了你！哼，最强杀手。清晨，今天的事，谢谢你。大声点，我没听清。我说谢谢你，不过你下次可不许这么冲动了。今天你得罪了程飞，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以后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不许再惹是生非，听到了吗？惹是生非？沈总倒打一耙的本事可真大，要不是为了保护你，我至于动手吗？对了，沈总，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是不是还欠我一句老公？起开！臭流氓，你做什么白日梦？就算你救我1000次、10000次，我也不会叫你老公的。你要是再毛手毛脚，我就开除你！沈总，鞋不要了。死变态！口是心非的女人，这句老公早晚让你叫出来。那个姓齐的简直不是人，叫杀手，叫顶尖的杀手，我要弄死他！废物！杀手，遇到点事儿就用杀手，你什么时候能用点脑子？可现在那个姓沈的贱人已经拿到地皮，他明天就会召开融资大会，完成企业融资。一旦成功，他的新药只差1步就能上市了。那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准备，岂不是都白费了？哼，融资那也得有人敢给他投。传我命令，以白龙德的名义向京海杀手界申请杀盗封锁令，即刻生效。杀盗封锁令？爹，你说的是那个信令一出，整个杀手界全员出动，封锁与目标相关的一切人和事的最高隔绝令？不错，封锁令一出，
所有跟沈家有关联的人和事都受死亡威胁，就连京海第一杀手组织渡魂堂都会亲自出手。渡魂堂杀手3000，尊主惊鸿，在全球杀手榜位列前10。尊主当面，谁要是敢跟沈氏合作，那就是全家灭亡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好啊，太好了！封锁令一出，我看那个贱人拿什么应对。还有那个杂种保镖，再能打，难道还能和整个杀手界作对吗？明天我看谁敢去那狗屁融资会！这傻子，居然真的老老实实睡在门口。要是他不这么色的话，人还蛮好的。喂，沈总，出事了！天启药业的王有为王总突然宣布撤资，并且还扬言永久暂停和沈氏的合作。什么？到底是什么情况？2个小时后就是融资会，王有为作为第一投资方，说撤资就撤资。沈总，我刚打听到，王总昨晚好像是遭遇了死亡威胁，有人还在他们家门口留了血字，说什么？说若敢投沈氏，全家陪葬。岂有此理！又是谁在背后搞鬼？简直无耻至极！沈总，话说你那个新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怎么一堆牛鬼蛇神，又是打砸又是威胁？真不是其他原因。那不然，你懂什么？我研发的生命之源可是能治愈世界难题渐冻症，甚至还有修复端4力，帮助人延长寿命。一旦上市，绝对会颠覆整个药物市场的格局。延长寿命，那我好像抓到一点苗头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帮你调查一下，谁在针对你？就你一个小保镖，这是商业斗争，不是你街头打架斗，你少给我惹事就行。行，我不管。沈总，不好了，又有3家投资方宣布撤资，我们的融资会要没人敢来了。爸，你和爷爷准时来就行，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沈总，可是现在咱们一个投资方都没了。我知道。沈雨熙，你是没招了吗？他不过是个能打一点的江湖骗子，怎么可能能帮你搞定这种事情？ First blood, double kill！ 你居然在玩游戏！不是沈总让我别管闲事的吗？杀盗封锁令。喂，你去哪儿？你是被人下杀盗封锁令了，这东西不解除，你的融资会是开不成的。杀盗封锁令？谁让你去的？快回来！是那个传闻中最恐怖的杀盗封锁令，一旦发出，杀盗洪流，封锁一切，神仙鬼气无人敢应。沈总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什么狗屁封锁令？一群地下势力还想只手遮天？我就不信，我沈雨熙10几年的合作伙伴，不会连1家都不敢来。走，我们去会场。尊主，天启药业和瑞康的昨天已经全部搞定，今天一早就跟沈氏撤资了。不过尊主，我们渡魂堂真要参与此事，沈氏集团跟杀盗并无瓜葛，我们这么做好像不符合修罗大人当年定下的规矩。你在教我做事？不敢。修罗大人的确是本尊魂牵梦绕的存在，也是这世上能让本座放弃一切追随遵循的人，但他已经死了，那本尊自当遵循修罗遗风，立下新的规矩。是，继续施压，1家不留。封锁令一出，我看谁敢作对。把规矩立在本尊头上，惊鸿尊主好大的威风！谁？出来！一个人敢来我渡魂堂闹事，不知死活！本尊现在就请下你拷问清楚。是。修罗大人。你不是要给我立新规矩吗？惊鸿尊主。不，大人早已深印，你竟然敢冒充他，简直罪不可恕！哟，惊鸿，当年本尊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迷恋我？住口！你这冒牌货竟敢玷污修罗，今日必杀你！怎么，你心目中的盖世无双的修罗，也像我这么帅？你，一坨臭狗屎也配和修罗相比？你连他的一根毛都不如，技不如人！你动手吧！杀你了，谁替我办事？取消封锁令，我饶你一命。做梦！本尊效法修罗，宁折不弯。你要杀快杀！哎，你这傻妞，简直胡说八道！
修罗才没你这么傻呢，他以前打不过也跪下叫爸爸的。你才胡说八道！你再敢侮辱修罗大人，我就和你同归于尽！行，难得修罗有这样的迷妹，你取消封锁令，我带你去见他，怎么样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修罗大人已经死了，我亲眼见过他的墓碑。呀，你不会还抛坟开棺亲眼看了吧？算了，只要你取消封锁令，那我就带你去见修罗在世间留下的最后踪迹。爸，您还真信秦晨那小子能解决那个什么封锁令？这融资会眼看都开始了，一个人都没来，这是要搞砸呀！哼！既然羽西说秦先生已经去解决，那你就老实等着就是行。他老人家出马去封锁令而已，能有什么变数？秦先生，我呸！我看我先前就是上了他的当。一个江湖骗子能有什么狗屁身份？沈总，外面还是没人来。再等10分钟。沈总，还在等呢。没人来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各位记者同仁有所不知，沈家先前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已经被人下了杀盗封锁令。如今封锁令生效，整个京海乃至龙国不可能会有资本敢跟他合作。什么？那个传说中暗网最高级的封锁令？那这谁还敢注资沈氏？沈氏集团股价已经开始暴跌，已经快要熔断了！糟了！爹，要不是你跳过我，直接把集团传给羽西，他也不会惹出这么大的祸事。还有那姓秦的，就是个骗子啊！住口！你还嫌不够乱吗？程飞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要什么？很简单，把生命之源配方交出来，沈氏集团归我。你嘛，要是能在床上伺候好我，我倒是可以考虑给你在沈氏留个清闲之位。你做梦！做梦？那你就在这儿耗着吧。今天沈氏破产已成定局，你要想翻盘，除非奇迹出现。是啊，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个奇迹，可他真能做到吗？喂，你在哪儿？沈总，抬头。沈总，你的投资人我都给你带了，你看没少吧？这怎么可能？爹明明已经下了封锁令，你们怎么敢的？胡说八道！什么封锁令？我京海不允许有这种子虚乌有的东西存在。沈总，先前都是误会，是秘书给我通知的时间错了，这才来晚了。是啊，我没说我不参加，我开马自达的路上堵车。对，沈总，我刚才肚子疼。你们，金红。你可是接了我白龙堂的封锁令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还敢教本宗做事？滚！臭娘们，你还有你们都给老子等着！你们给我等着！这怎么可能？那小子居然解除了封锁令！爹，哼，这算什么？这位大人本领还大着呢。你究竟怎么办到的？今天的事，谢谢你了。谢谁？我没听清。你，谢谢秦总，行了吧？这就是沈总，长得确实是不错。不过这次的封杀令可是你的保镖求我取消的，那现在就该满足我的要求了。此次相助，羽西感激涕零。无论你有什么样要求，我都会尽量满意。这可是你说的。那我要你的小保镖当我的手下。不可能，他现在是我保镖，贴身保镖，懂吗？
已经是这种关系了，怎么可能当你的当手下？他说的对。怎么，贴身保镖还有特殊说法不成？难道有奸情？那你就当有呗，随你。你少胡乱说话。姓秦的，我在外面等你，答应我的事儿，你可别忘了。秦晨，你答应他什么了？说，你跟他到底做了什么交易？沈总这么紧张我，该不会是在吃醋吧？谁吃你的醋了？我是怕你不履约，赔不起你那份保镖合同。那我就放心了，那我走了啊。喂，你还没给我解释呢，你当心一点，他是个狐狸精，你把握不住的。秦晨，你给我站住！今天的事，谢谢你。原来奇迹真的会出现。这就是你说的修罗痕迹？怎么，不像吗？不想瞻仰也可以走。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就杀了你的小姘头，再跟你同归于尽。就你那三脚猫功夫！你耍我！你给我等着！多年以前，修罗在这儿养过伤，有人知道了消息，来暗杀他，一掌便将前来的杀手震成了血雾。一掌震成血雾，这确实也是只有修罗能做得出来。不愧是修罗大人，太厉害了！果然是修罗大人的味道，我在当年隔着几百米闻到过。你变态啊！几百米你闻个屁啊！要你管！这也是修罗大人的。喂喂喂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给我住手！废物！杀盗封锁令都出了，这你都没搞定！爸，我也不知道那个惊鸿会反水啊！一定又是那个姓秦的在搞鬼！哼，阿干，保镖的干活，死了死了的！这是那位掌控着医药界半壁江山的樱花国佐藤财团继承人佐藤一郎。陈桑，真是废物啊！一个配方这么久都拿不下来。爹，原来我们身后还站着佐藤大人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佐藤大人，您此次出来，难道是打算亲自出手？不错，沈氏的新药生命之源，我志在必得。我已经让佐藤财团全面断供沈氏的进口原料，同时我再给程家注资10个亿。你们去给我把龙国市面上所有的原材料全部收走。妙啊！原材料一断，沈雨婷的小妮子的药厂就彻底黄了。到时候无论我们提什么条件，他也都只能乖乖的来求着我们签合同。哟西，要不是龙国严禁我大英华国控制龙国药企，我根本用不上你这样的废物。记住，我只放配方。放心吧，佐藤大人，我们一定帮你实现愿望。回来了。哟，沈总这是在等我。我问你，你跟那个惊鸿到底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会答应你撤掉封锁令？没什么关系啊，不过我怀疑啊，他可能是被我的人格魅力折服。人格魅力？血？怎么，沈总难道没感觉到吗？不然您老这么晚还等我什么？谁在等你？我只是白天太累了，有点失眠，我睡了。喂，等等，沈总，今晚我不想睡门口了。好困啊，今天还得去董事会汇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什么时候上来的？你不是睡走廊吗？什么怎么上来的？哦，昨晚你梦游，非要拉着我上来，还说什么没有我不行什么的。你放屁！我从不梦游，你个臭流氓！
沈总，出事了！国外所有原料商突然集体宣布撕毁合同，要全面断供我们的原材料。对不起，沈总，我来的不是时候。林婉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算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些外国原料商好端端的为什么会集体断供？他们可是要赔违约金的。是佐藤财团，今天凌晨他们发出公函，那些外国原料商不敢与佐藤家为敌，集体发起解约。什么？先前他们就想谋夺生命之源的配方，被我拒绝，没想到还贼心不死。待会儿我该怎么在董事会汇报？林婉，快趁着消息还没发酵，全力收购国内所有原材料，必须确保投产新药的原材料储备。是。不对，沈总，程氏集团一直紧咬着我们，市面上能买的原材料，他们全部溢价买光了。什么？又是断供又是扫货的，这回这个佐藤什么的很厉害啊。秦先生，佐藤家掌握了医药原材料的半壁江山，相当于海湾国家在石油界的地位。如果他们掐断沈氏的原材料供应，我们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其他供应商，何况现在全国缺货。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。石油地位，这个简单啊，海湾国家不卖，那找毛子买啊，这不正好了吗？我记得毛子那啥，北极熊集团也是搞医药起家的。你说的容易，北极熊是不逊色佐藤不假，但他们凭什么为了我们这样的小公司得罪一家财团？除非我能让渡公司的核心利益，那这样生命之源还属于龙国吗？谁说你要让渡核心利益？难道你有办法？那当然。这是什么？用这个去买下北极熊集团仓库里全部原材料，记住，只花1块钱。什么？你让我用这个玩意儿花1块钱买全部货？你疯了吧，秦晨？你以为北极熊集团是你家开的呀？单凭这个肯定不行。那你……这信物等级太高，他们下面的人不认识，所以我还去给你打电话招呼一下。Привет, Иванка, как дела? Чен, ты не умел. Ты этот плохой мушиль. Почему ты не ходил к мне? Только что появился. Помнишь наш символ любы? Мне нужна твоя помощь. 真的是他，他没有死。太好了。Спасибо всем отделам мира. Если кто-то появится, спать Бенелу и Беля Медит, немедленно начинайте прием по высокому разроге и сразу запаковать меня. Сразу, сейчас. На этот раз ты не сбедял, плохой Малик. 打完了，不然呢？去吧，拿着那个徽章去北极熊任意一个分公司，都可以完成你的梦想。你真不是捉弄我，你一个电话，他们就会买账？不信拉倒。沈总，要不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我怎么感觉太儿戏了？那可是北极熊集团。不，下午就是董事会内部汇报，我就再信他一次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你就等我的好消息。要是你骗我，就回来掐死你。没问题。沈总，这真的能行吗？怕什么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走。这难道是？快去通知沈总。沈氏，就是那个被佐藤断供、快倒闭的沈氏。就你们那点破订单，也配来北极熊？真他妈晦气！真是什么人都敢来北极熊攀附了。刘经理，我们今天来是带着诚意来合作的。你们沈氏都快破产了，还合作？不如沈总和我去酒店聊聊，聊开心，这合作也不是不能谈。刘经理，请你自重。行，不识趣儿是吧？好啊，我们北极熊集团有100亿存货，我倒要看看你想买多少货，出得起多少钱。100亿存货，算了，就信他一次吧。我要全部的货，我只出1块钱。什么？1块钱？你是疯了吧？这是，哈哈哈哈！沈总，你真当这是过家家呢？1块钱买1个亿的货，就凭这玩意儿，你逗我玩呢？
滚滚滚！一副穷酸样，别耽误老子做生意！保安，给我把这2个疯子赶出去！沈总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就不该信那臭男人的鬼话。我呸！神经病！哟，陈总，您怎么大驾光临了？刘能，听说有人拿着北极熊徽章来了，人在哪儿？陈总，什么徽章？废物！全公司都发了公告，遇到手持北极熊昂的徽章的贵人，必须用最高礼仪接待，上报总部。肖助理分明说是你接待的，人呢？什么？陈总，不就是个破徽章吗？那个穷酸娘们居然拿着这个徽章，想用1块钱买一个100亿的。你这个蠢货！这可是伊凡卡总裁的定情信物，见徽章如见总裁本人。什么？给我把他拖下去，立马撤职！再给我好好查一遍，送进牢里，给我反省清楚！冤枉啊，陈总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伊万卡总裁，徽章出现了。秦晨，你给我过来！沈总，谋杀亲夫！秦晨，你竟敢耍我！什么破徽章、破信物，被人当垃圾一样扔了！我沈雨熙这辈子都没丢过这么大的脸！什么？他敢？沈总，那咱们的徽章呢？我不是说了吗，在人家的垃圾桶里，完了全完了！我待会儿该怎么在董事会交代啊？那就没事了，放心，在你汇报完之前，他们就会哭着回来求你的。你以为我还会信你鬼话？哎呀，都完了，待会儿董事会上我该怎么糊弄啊？恭迎总裁。沈氏集团亲自开车，10分钟之内必须赶到。是。各位，公司当下情况就是这样，我们将会接下来全部工作重心放在生命之源的上市工作中来。雨熙啊，这些 PPT 我们也看了不少。目前当务之急是原材料问题，我想知道你到底打算怎么解决？就是沈总惹出祸事，遭到佐藤团断供，先前又去北极熊家谈合作，却被人当笑话一样赶出来了。我还听说什么1块钱买100亿的货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雨熙，你也真是的，居然真的相信一个保镖的话。现在好了，沈家的脸都快被你丢光了。闭嘴，还嫌不够乱吗？各位，原材料的事，我保证3天之内一定解决。龙国这么大，我不信找不出一家有货的供应商。我看沈总是解决不了喽。全国所有的原材料供应商，未来1年存货都在我手里。沈总，我想问你，你拿什么解决？沈总，我还听说你跑到去北极熊求人家，还妄想1块钱买100亿的货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笑死老子了！你是被你那个保镖忽悠傻了吧？程飞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沈总，你不要融资吗？现在接受程氏集团的融资，让我程家来正式接管沈氏，否则你沈氏集团从今往后拿不到任何一份原材料。60%的股份，程飞，我看你在做梦。是吗？诸位，我劝你们仔细想想，沈氏的原材料一旦断供，那个什么狗屁上市计划立马泡汤，股价一崩，你们只有死路一条。而跟着我程家，还能继续吃香喝辣，是死是活，你们自己选。姓程的小子，老夫还没死呢！我沈一泽纵横商海，什么手段没见过？你这套东西想在我沈氏集团撒野，恐怕还不够。爹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可是雨雨惹下的祸事，总不至于连累所有人吧？你先前为了他操碎心，不仅将公司传给他，还连江湖骗子都信上了。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你就别折腾了。爸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爸说的对，雨熙，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沈氏毁在你手里吧？是啊，是啊。你们，诸位不要急着投降。我得到断供的消息这么久，怎么可能一点准备都没有？龙国2大药厂夏东集团和滇南集团已经答应为沈氏供应原料，
我们3家将联手组建医药联盟，就算他们把全国市场扫光，也动不了我们联盟分毫。联盟？你认真的？你恐怕还蒙在鼓里吧？什么意思？沈总不好了，与夏东和滇南制药合作的大量外资全部宣布取消合作，他们股价暴跌，不到半天时间，2家直接破产了。什么？这个怎么办？慌什么？区2家小药厂，吹了就吹了呗。你懂什么？夏东和滇南可是西南前3的药厂，就连他们都扛不住，那还会有谁来救我们？总有公司敢的吧？大言不惭。我倒想看看，到底是哪家公司敢跟我佐藤财团继续作对？佐藤一郎，这不是樱花国第一财团的继承人吗？居然是他亲自出马！完了，我沈家的基业完了！难怪程家能扫空全国市场，佐藤财团可是全球药材行业的半壁江山，有他给程家撑腰，完全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呀！哟西，沈小姐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乖乖签了这个协议吧，不然我一个电话，沈氏集团覆灭就在眼前。你这是违法！佐藤集团绝对不能控制我龙国的药企。违法？今天不是程氏集团和你签约吗？不错，沈雨熙，在这京海，我程飞说的话就是法。这可如何是好？都这种时候了，居然还在玩游戏，我就不该对他有期待。这回真的没有奇迹了吗？坏男人，5年了，你的北极熊终于要来见你了。沈小姐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给你最后3秒钟，不然就让沈氏集团破产后我再收购吧。小美人儿，以现在的局面，只要本少放出消息，沈氏集团的股价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，到时候一切可就太晚了哟。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去死吧！等等。我是说，万一还有别的供应商呢？是你这个小杂种！今天佐藤先生在此，你还敢跳出来捣乱？大胆！要不是你这个保镖胡乱惹事儿，沈氏能落到这步田地？区一个保镖，还真把自己当人物，还别的供应商。现如今，全世界能供货的供应商就只剩北极熊了。难不成你还能让北极熊把原材料过来？是啊，秦晨，你就别添乱了。要不是你，于西能得罪佐藤，现在好了，全完了。谁说北极熊不会把原材料送来？3分钟。够了，秦晨！你只是一个保镖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不怪你，是我输了。我同意签字。但我沈氏依然要保留49%的股份，还有，你们后续不能报复秦晨。1万卡，要是你只有这个效率，那我就只能亲自出手。但是，北极熊1万卡总裁携100亿原料请求合作。这不是传说中北极熊集团的传奇总裁吗？他怎么会来了？这位传奇女骨头不是从不插手龙国区域业务吗？她怎么会亲自到这儿？1万卡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很好，看来你认识我。通知下去，北极熊集团整个龙国的储备全部攻击沈氏集团。是。什么？
全部储备。爹，要是那上百亿原材料真的交给我们，这样一来，我们沈氏集团将永远不必为原材料发愁了。伊万卡女士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沈氏集团何生何能和您这样的大人物合作？你是不是被他们骗了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也敢质疑我？这些货可是沈总亲自买的。我买的？不可能！沈氏现在资金链都快断了，怎么可能出得起价？是啊，100亿的货，就是把沈氏压了也凑不出啊。这伊万卡女士，羽西她到底花了多少钱？多少？当然是1块钱。当然是1块钱。1块钱？什么？上百亿的货，沈总1块钱居然真的买到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是啊，我也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。1块钱，800亿了！伊万卡，你是要跟我佐藤财团宣战吗？哦，佐藤一郎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没有认出你。不过宣战，你也配？通知下去，即日起，北极熊集团终止与佐藤财团的一切合作，所有订单供应全部取消。什么？取消合作？伊万卡，你不必吓我。佐藤财团和北极熊的合作，涉及的可是包括石油、天然气在内数百亿的规模。你怎么可能会为了区区一个沈氏集团就动摇我们的合作？是真是假，马上就知道了。父亲，八嘎，你到底在龙国干什么？北极熊集团怎么和佐藤家公开宣战了？几百个亿的合作，我们的天然气、石油全部没了！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！什么？你疯了！合同。沈总，这是供应合同，请您过目，没问题，我们就可以签字了。这一切也太梦幻了。伊万卡，这是你逼我的，你一定会为今天的选择后悔的。区佐藤一郎，还不配让我后悔，是吧，坏男人？你跟他又是偶像关系吗？原来是这样，这小子艳福不浅啊！走吧，年轻人的事儿，咱们少掺和。伊万他总裁怎么会看上这种货色？哼！那个羽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俩只是朋友关系，单纯的叙叙旧而已。对，是多年未见，特别好的朋友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耍流氓是吧？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俩叙旧，告辞。哎，羽西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佐藤先生，咱们就这么算了。如果不是那个姓秦的，还有那个北极熊的娘们横插一手，我们就成了。八嘎！我佐藤家可从没有算了这2个字。我早就联系了杀手，要是计划不成，那就只有出其不意了。这是？难道带人要动用传说中的樱花国第一杀手组织樱花堂？蠢货，那当然是用龙国的杀手。龙国第一杀手组织神话，那可是和樱花堂一样强大的存在。他们出手，祸水东移，这样才是聪明。还是大人有先见之明。哟西，哈哈哈哈哈！呸！老婆，等等我！你叫我什么？老婆啊，你都这么吃我醋了？除了夫妻，我根本想不出别的关系。胡说八道！我会吃醋，别跟着我，回去找你的小情人叙旧去，我还有事儿。哎，沈总，什么小情人、老情人的？要论资格，您才是最老的那个啊！你，这是什么情况？
沈总，才一个热情吻呢，就受不了了。在我们毛熊国，这可是表达友谊的方式啊。友谊？走，你不是要跟着我吗？给我滚去开车！哎！秦只是先前救过我一命而已，沈总不会真的吃醋吧？吃醋？他只是我的保镖，又不是我男朋友，我吃什么醋？不过，伊范卡女士，你们北极熊集团应该很忙吧？您还跟着我们，难道不用回去管公司？不忙，好不容易找到他，当然要多待几天。沈总介意吗？不介意，当然不介意。哼。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狙击手。什么？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别慌，他现在在那栋楼顶，暂时不会开第二枪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把丝袜脱了。什么？快点！清晨，不管你打的什么鬼主意，大厦的安保马上就来，我是绝对不。我才不像某人，我可是绝对信任秦先生的。Плохой мальчик, держи。质量不错。你要干？啊！借用一下。秦晨，你疯了吗？又是丝袜，又是我的耳环，你难道还想用它对抗子弹不成？谁说不可以用它挡子弹？看好了。我的眼睛！你们快进楼藏好，我处理完就回来。你疯了？那可是专业杀手，你上去那就是送死。不行，跟我一起进楼，让安保去对付他。你那些破铜烂匣可对付不了他。不，我们应该听他的。进楼，你就这么让他去送死？沈总，你该学会像我一样相信他。你放开我！秦晨，快跟我回来！放心，我会很快。该死的，人呢？不好！急什么？账还没算完就想跑吗？你怎么上来的？你到底是谁？血月当空，修罗过境，你猜我是谁？你是修罗？你不是死了吗？老子死不死，还得他妈跟你汇报是吗？别杀我！我可是神话的人，你杀了我，神话会找你麻烦的。找我麻烦？那我问你，是你们神话的人加在一起厉害，还是我这个修罗更强？蠢货，敢动我的女人，神话来也得死！伊范卡小姐，你刚才不是挺放心的吗？怎么现在脸色这么难看？我那是相信他，不过你对他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还指望他护你一辈子？沈总，你知不知道，嘴硬的人往往在感情里更容易输。你不信他，凭什么让他拼命护着你？谁说我不信他了？沈总，刚才的枪声怎么回事？你们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秦晨他上去拖着那个狙击手了，你们快上去帮他。沈总，查到刺杀你们的刺客是谁了？是谁？是华夏第一杀手组织神话的方虎，外号一枪封喉。据说他手下从无活口。什么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你去了能干什么？给他添乱吗？至少比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好。喂，你们不会是在为我吵架吧？混蛋，你吓死我了！坏男人！这，我去！放手！是你放手！
我放手行吧？哼，少说那么多，走，跟我回家。查到了，5年前的秦家灭门惨案背后确实有蹊跷，神话和樱花堂都有牵扯，但真正放出消息的似乎是另一个人。谁？还没查到，对方藏得很深，所有线索到那儿就断了。那就继续查。有关修罗大人的事，我自然会查。倒是你，调查这些干什么？听说你今天还被刺杀了。你说的对，而且我现在就快死翘翘了。你自求多福吧。对了，樱花堂那边最近很安静，不像要收手的样子，似乎是朝着沈小姐来的，你自己小心。滚蛋！你。清晨，聊完了，你过来。秦，要不要来我这里一起坐坐？不了，你们慢慢聊。秦，沈总他这么粗鲁，你不是最讨厌粗鲁的女人吗？来，到我这里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他救过我的命，我想感谢一下。怎么了？更何况你又不是他女朋友，对吧，宝贝儿？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？那个，要不我先去倒杯水。坐下。佐藤大人，我的手下传来消息，那个方虎死了，连神话的杀手都失败了。那个姓秦的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是啊，佐藤先生，明天就是沈氏的药审会了。要是他们顺利拿下药品生产许可照，那生命之源就能立刻上市。到时候一切计划都来不及了呀！慌什么？你们龙国都讲究走一步看3步，我早就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大人，您还有后手？哟西，我准备了3个后手。3个？大人请讲。你们程家不是在沈氏养了一个内鬼吗？现在也该他派上用场了。尼迪，给他打电话，让他明天在药审会当场算计沈氏，让他的生命之源过不了审核。到时候新药无法上市，配方何去何从，自然是我们说了算。可是万一他死活不交出配方怎么办？那可由不得他。是他，不错。明天这位女士就会在沈雨提眼皮子底下光明正大拿到配方。难怪大人这么有把握。那大人，您说的第3是？我还通知了神话，方虎死了，神话组织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程桑，如果事情有变，你就带着神话的人去药审会，武力夺权。这场棋局我赢定了。嗨，不愧是佐藤大人，3管齐下，这次我看他们还怎么翻身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爷爷，待会儿就是药审会了，只要新药通过药商联盟的审核，我的生命之源就能成功上市，到时候就能帮助更多的像您这样的渐冻症患者。我也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给你用药了。是啊，爹，你的腿现在怎么样了？说不定过不了多久，您就能站起来了。其实，秦真之前还帮我施过几次针，效果还更好。说不定搭配吃药，疗程没走完，我这腿就能……爷爷，你又由着他胡来，拜托，他一个小保镖还能懂医术？爷爷，他给你乱扎针，别把腿给你扎坏了。胡说，这肯定是有效果的，老夫又不傻。爹，你都快老糊涂了。那江湖小子就算会几手功夫，但和这治病救人，这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啊！就是爷爷，我不管别的，总之你以后不许让他扎针。爸，我得去参加药审会了，你可得盯紧爷爷，别让他乱跑。臭流氓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勾三搭四。沈总，今天就是沈氏新药的药审会了。据说在药审税前一天，沈总还遭遇了刺杀，是否和新药即将颠覆医药格局有关？请问您对新药通过审核有几成把握呢？刺杀的事纯属谣言。至于新药，生命之源不仅能治愈渐冻症，更能从根本上延长普通人的健康寿命。我有信心，今天一定通过审核，造福大众。贱人，你就慢慢出风头吧，待会儿配方到手，老子让你哭都来不及。沈总，
这里你应付一下。行了行了，伊万卡同学，你不是有一个董事会必须得参加吗？还缠着我干嘛？你就这么急着赶我走？姐姐，我还有正事儿要办呢。看到没有，保镖，你就别给我捣乱了，快去吧您。哎，你干嘛呢？那当然是留个纪念。你以后要是腻了那个女人，一定要来找我，听到了吗？我等你电话。感谢大家的采访，具体情况请等待接下来的药诊会。有点意思。药审会肯定很多人都在打配方的注意。婉儿，配方就在办公室保险箱里，你在这儿守着，除了我之外，任何人都不准碰。是，沈总。秦先生，林秘书，你开保险柜做什么？这是沈总，沈总让我帮他把配方换个地方保存。秦先生，沈总配方要得急，不过要是秦先生想要，不如晚点给我打电话。别装了，你这点伎俩，骗得过别人，可骗不过我。而且你身上的味道不对，你更骚。腿比正牌还长啊，只可惜跟我玩匕首，你还太嫩。说吧，那个配方到底有什么秘密？不然，传闻中樱花堂第一伪装师千面小姐，恐怕就要香消玉殒了。你既然已经知道我的身份，那还敢放肆，是不怕我樱花堂杀你全家吗？哦，是吗？听说你们樱花堂还做过拷问训练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的拷问可是很残忍的。不要！我说，樱花堂想要得到生命之源的秘密，是和传说中的修罗石有关。修罗石？走！家族秘传，得修罗使者则成修罗。虽然我们从未解开，但家传之宝，千万不能让别有用心之人抢走。修罗石，那不是传说故事，和这款新药又有什么关系？你果然不知道。也对，你不过是个保镖，却不知道暗网上早就传遍，数年前横扫樱花国杀手界的那位至尊修罗，当年也只是个无名玩户。若不是被一个女人所救，偶然解开修罗石的秘密，哪来的一飞冲天？而那个女人正是沈雨熙。什么？你要知道，传说中的修罗石不仅能让人获得至尊修罗之力，还能延年益寿，甚至永生。沈总的生命之源刚能延长寿命，你觉得这是巧合？所以呢？所以，我樱花堂要的从来不是什么药方，而是修罗石。至于沈雨熙，等樱花堂知道了修罗石的秘密，他也就没用了，一个死人而已。你还能护他一辈子？吵死了！金红，人交给你了。哼，臭娘们儿，等老子配方到手，到时候我要你跪在跟前，撅着屁股求我饶了你。不过这樱花堂的人办事真不靠谱，偷个配方这么慢。喂，等人呢，别烦老子。
操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话该我问你吧？我警告你，你别过来啊！这可是法治社会。妈的！你们给我上啊！废物！秦爷，总总，这回我可没得罪您吧？是吗？那千面又是谁派来的？千面？哦，你是说那个女人？我就是安排她来给你找点乐子，您千万别当真。乐子？有意思。那不如我也给你一点乐子。喂，老婆，找我什么事儿呢？秦晨，你瞎叫什么呢？你去找找林婉，我让她准备了要审会的材料，现在还没回来。林秘书现在应该不方便过来，我帮你去拿材料吧。赶紧滚蛋！再让我看见你在这晃悠，我收拾你！哎，是。妈的！你给老子等着！待会药审会上，等老子后手尽出，我要让你和沈雨熙那个贱人通通完蛋草！各位，以上就是生命之源的全部数据。我可以跟大家保证，一旦上市，必将改变全球医药格局。所以，希望各位评委能通过生命之源的上市申请。沈总，这些数据的确漂亮，但我们此次来是想见到真正临床案例，只要案例审核通过，药审委员会将即刻发下生产许可。没错，当然没问题。不对，我的病历文件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是谁动了公司的机密文件？沈总，大家时间宝贵，更不是来看你哗众取宠的。这是一个意外，我们审视的临床案例充足，请给我一点时间处理。果然得闹出幺蛾子，还好我早就替这傻妞准备了后手。沈总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，但如果审视的新药无法提供任何有效临床案例，生产上市一说，恐怕实在开玩笑。什么？完了！要是这次审核不过，那下一次药审得排等到2年后了，那我审视就全完了。我宣布，因缺乏真人案例，沈氏集团此次以生产许可选审查会正式等等，谁说我们没有真人案例？我这个案例够有说服性吗？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爷爷，我不是说我给你偷偷用药的事儿，你得瞒着吗？私自用药可不算的临床案例的。放心，你爷爷我呀，自有算计。敬你是长辈，但药审关系病患生命安危，希望你不要让我为难。老夫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吗？药审自然是要走流程的，老夫来只是不想让某些心怀不轨的人坏了这能改变世界的项目。大家恐怕也清楚，老夫这些年深受渐冻症的困扰，在3年前更是彻底失能，将公司托付予妻。现如今，老夫的病情不仅好转，甚至已经能用轮椅行动自如。你们给我瞧好了！爷爷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爹先前不是都快瘫痪了吗？我去，我看这个案例超级够力度啊！这怎么回事？我记得还差足足3个疗程啊！爷爷他快好了。给我修罗神针，区渐冻病算得了什么？癌症我治。临床药物实验可是要经过严格审批，哪有用自己亲爷爷当试验品的？这种非法案例，我第一个不认。你不错，沈董虽然看起来状态不错，但没有临床数据对比，恐怕沈总您自己都说不清楚。这丫头，你说你偷偷摸摸给沈董用药，也是一片孝心，大家也不会追究。但你非要不合规矩充作案例，这岂不是胡来吗？现在可好，这药效口说无凭，除非沈董能再次站起来，大家才会相信。周叔，你在胡话什么？我爷爷可是渐冻症晚期，现在能有这个样子已经是奇迹了。何况疗程还没有结束，他怎么能站得起来？
说了半天，只要老爷子能站起来，就能过药审了吧？没错，如果沈董能够站起来，这个惊人案例恐怕能彻底说服委员会。你别添乱了，病就是病，爷爷这种情况怎么站起来？瞎起哄！要是我爹能站起来，我就把这烟灰桶吃了。这试试呗，万一真站起来。老爷子，你说是吧？好，老夫信你。爷爷，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爸，你别吓我！沈总，我看就别为难老爷子了，我们走。等等，谁说老夫不能站起来的？这爸，您真站起来了！这怎么可能？站起来了，我们的心要成了，太神了！妈，我孙女这个临床案例够有力度吗？奇迹，真的是奇迹！3年前我亲自检查过，那时候您的肌肉分明已经萎缩，现在居然全部完全恢复正常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沈老，您这腿真的能走？不光能站起来，我还能走呢。不就是站起来吗？轻而易举，小意思。母善，不可思议！沈氏新药竟然能完全突破技术壁垒，让一个渐冻症晚期的病人完全成功治愈。既然由老董事长亲为案例，我认为临床这方面具有相当充足说服力。确实，沈老病倒的事，整个龙国医药圈都知道，这个案例可以采信。你们都被这个小贱人骗了。沈总，为了新药上市，你居然给自己亲爷爷服用回光返照的虎狼之药，真是心狠手辣！沈董可是沈总的亲爷爷，他怎么可能会下毒？不错，程飞，你简直是在血口喷人！我怎么可能会害我爷爷？你今天来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猜啊，沈总。至于我要干什么，你不是很清楚吗？只要今天这药批不下来，那沈氏必将完蛋。到时候沈氏是我的，配方是我的，就连你也得听老子使唤。数据也是你搞的鬼，这可是药审会，不是你能随意撒野的地方。你说我的药是假的，有证据吗？证据？当然有。这药可是我从境外调查出来的，明面上是新药，实则就是吊命丹。吊命丹，那可是国际禁药，虽说能短暂回光返照，但1刻钟之内，服药之人便会胸闷气急、气血攻心、七窍流血而亡。够了！我怎么可能用我爷爷的命开玩笑？你为了所谓新药押上一切，还缺一个老头子的命吗？两位，这药要是批了，那整个药审会药商联盟都会成为龙晶的笑柄，到时候全行业都得遭殃啊！如果真的是吊命丹，那确实不能让这种歹药流入市场。可沈总为什么要害自己亲爷爷？况且你这证据谁知道是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没研发新药，他一开始就是想利用沈老骗上市、骗投资，到时候沈老一死，他就好卷钱逃跑啊！你一派胡言！老夫好好的。爷爷，爷爷！我爹他死了！这症状确实很像吊命丹的副作用。沈总，为了一己私利，毒害亲爷爷，欺骗药审会，行为如此恶劣，永久拉黑沈总个人药审资格，永不录用。沈总，没想到你为了钱，连自己亲爷爷都不放，对得起沈家，对得起我们这些股东吗？周叔，我没有，你可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害爷爷？
黑血封喉，毒火攻心，不像是回光返照的吊命丹，更像是下毒。毒发时间掐得太准，有意思。沈总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悔改？沈氏总裁被药审会拉黑，简直耻辱！我提议立刻罢免沈雨熙的总裁。且慢，手指发青发黑，瞳孔散而不聚，这不是吊命丹副作用，是中了断肠散，服用者1刻内肠胃剧痛，气血双亏而亡。断肠散什么意思？你一个小小保镖也敢分析？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哦，看来有人心虚了。沈老先前一定喝了别人递的水，真假？叫沈老起来问问不就知道了。你说你妈神医呢？人都死透了，你还能让死人说话不成？就是，你少胡言乱语。沈老都死了，你一个破保镖还能起死回生？来人，把这个不懂的小保镖不要再说了，我看谁敢动！我只要还是一天沈氏总裁，这里就得听我的。若是你真能救活爷爷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沈总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活了，简直是医学奇迹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么要知道，他刚才明明……刚才老夫肠胃剧痛，眼前一黑，喘不上气。这症状，难道沈老真是中毒了？程飞，果然是你搞的鬼！为了配方，你居然不惜给爷爷下毒！爸，你先带爷爷去医院，看看到底是因为药还是因为毒。程少，症状相符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是吗？小杂种，这断肠散无色无味，医院可是查不出来的。而且我看沈老就是吃坏了肚子，也不能证明沈总卷款转移的事是假的啊！程飞，你发什么疯？你说我转移资产，证据呢？既然沈总还不知悔改，为了诸位股东，我周国栋今日不得不押上数十年之声誉，实名检阻沈总财务作假，暗中转移公司资产。周叔，是你？你可是为沈氏打拼数十年的老人。正因如此，我才不能看你一错再错。这真是沈氏账户，3个亿全转到海外了。沈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胡编乱造，这些全都是污蔑！我用绝密消息换狗命，沈氏有成家内鬼。有意思，果然是一环扣一环的大戏。于西，都到现在了，你还在嘴硬？来人，把沈总请去治安署，好好调查调查。请。慢着。又是你这个小杂种，这个时候出来逞英雄！秦晨，沈总，你不会还指望着一个破保镖能帮你吧？证据确凿，马上你就什么都没了，到时候老子想怎么玩你就怎么玩！程飞，你无耻！秦晨，你有没有办法？这非亲非故的，我这也不好有办法。老公，求求你了，帮帮我！这就对了嘛，等着，老公给你翻盘。你想干什么？别动，我拿个东西。秦晨，一颗扣子，你要怎么翻盘？扣子当然不能翻盘，有某些人密谋的谈话呢。难道这是窃听器？这怎么可能？你这臭保镖，刚装完神医又想装神棍是吧？拿着一个破扣子还想翻盘，我倒要看看。别急啊，好戏刚开始。诸位，请看大屏幕。程少，那3个亿我已经转到海外账户了，
证据按您吩咐的做好了，这一次绝对能把沈雨欣那个贱人拉下台。事成之后，您答应扶植我做沈氏集团董事长，可别忘了啊！放心，周总，等他下台，你就是沈氏掌舵人。什么？周国栋，我沈氏何时亏欠过你？这是假的，是伪造的。伪造？我早就知道沈氏有内鬼，怎么可能没有提前准备？搞定！而且，就连刚才我都留了后手。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他妈居然窃听我！相比于程少的手段，我还差点意思。程飞，我们的账慢慢算。诸位，事情已经水落石出，周国东不顾公司利益，勾结外人，栽赃诬陷。我宣布，今日起免除他集团副董事长的职务，收回股权，并依法追究他的法律责任。不是我，不是。好你个周国栋，好歹你也是为公司打拼了数十年的老人，你居然合起外人来栽赃陷害沈总！还有你们程家，简直无耻至极，狗改不了吃屎了没的！你他妈！不，雨欣，这都是个误会。雨欣啊，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呀！各位评委，现在真相已经大白，上市申请的是沈总，你这药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好药，一旦上市，必将改变龙国医药的世界格局。但有些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，这药我们批不了。为什么？明明我们想获批上市，你们沈氏有问过我的意见吗？沈总，你也看到了，程家的权势不是我们能抗衡的，你自己考虑吧。程家主，你们是什么意思？沈总，你怕是忘了自己得罪了神话的人。今天我就是带他来找你们算账的，到时候你们都死了，整个龙京异业还有谁能威胁到我程家？什么神话？难道是暗网排行第一的杀手组织？天哪，沈家招惹了灾星，他们岂不是完蛋了？不错，沈雨欣，还有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保镖，今日神话称号级杀手亲至，你必上西天！称号级。本尊刑天，你们之中是哪个胆大包天的人，敢动我神话的人？刑天，那位神话最狠辣的杀神，出手370次，从无活口。看来今天是要出大事了。我肚子痛，我去上厕所啊！我可不想送命。等等我也肚子痛，我得先走了。你们，秦晨，这下好了，我们惹出大事了。放心，区区一个称号级杀手，算不得什么。别再说胡话了，我拖住他们，你快趁机走。你是为了救我，我就当还你。好一对苦命鸳鸯，想跑晚了。爸，就是这个小贱人去，我他妈让你废话！你还敢打我，爸！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！刑天大人在此，你还敢打我儿子？臭保镖！爸！秦晨，你疯了！我不是让你跑吗？你怎么还动手？我为什么要跑？怎么？神话的人很厉害吗？他们杀人，还不让我还手？那可是全球第一杀手组织，杀人如麻，横行霸道，你拿他没有办法的。这下全完了，我只能陪你一起死了。放心，今天谁都碰不了你一根汗毛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居然还敢口出狂言！
这么多年，敢在本尊面前如此嚣张的人，你还是第一个。不要，大人，清晨只是为了保护我才误杀防虎，我可以给出任何赔偿，只愿大人能高抬贵手。赔偿？小美人，你倒是有几分姿色。不过今天这小子必须死。至于你，好好伺候我一晚，倒是能留一条性命。说吧，小畜生，你想怎么死？是自断双臂，被我一脚踹死，还是让我用这鬼爪将你全身撕碎，死无全尸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清晨，你死定了！这幽冥鬼爪可是刑天大人的成名绝技，可不是你那三脚猫功夫能敌得过的。你还不自断双臂，还能留一具全尸？幽冥鬼爪。就这，刑天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年轻人不讲武德，竟然搞偷袭，找死！三舅，这怎么可能？500年的内力，竟然连挣脱都挣脱不开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这鸡爪也不怎么样吧？啊！我的鬼爪，快放开我！他打赢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我警告你，快放了我！神话马上就会来人，杀了我，你活不过今天的。星辰，哦，是吗？我错了，饶命！现在才知道认输，晚了。我这辈子最讨厌有人威胁我，好大的胆子！这难道就是神话的冰火双煞，祝融和共工大人？传说二人联手，天下无敌！哈哈哈，爸，秦晨这下必死无疑了！哈哈哈，好，你这个小杂种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如今3位神话称号级杀手围攻你，我看你今天还怎么活着走出这扇门！完了，彻底完了，这下好了，死都要冰火两重天吗？怎么？现在还有功夫想色色的事儿？你胡说什么你？要是我们能活着回去，你再说这些混账话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有我在，今天保你一样。祝融，共工，给我弄死他！我要他碎尸万段！小子，感动神话的人，今天我就让你尝尝被活活烧死的滋味。烧死也太便宜他了！我要他做成冰雕，摆在神话门口，让所有人看看得罪我们的下场。废话真多。什么？打个架还啰里哆嗦的，就这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些人不是神话的杀手吗？他一个普通保镖，怎么会这么厉害？还有谁？程少，程总，现在该算算咱们的账了。你别过来！我程家在京海经营几10年，黑白两道谁不给3分面子？你今天要是敢动我，沈氏也别想活过明天。哦。是吗？现在还敢说这种鬼话？陆总，不是我呀，是他，这一切都是我爸安排的，人是他带来的，主意也是他出的，这跟我可没关系啊！你这个逆子！爸，您可是我亲爹，您年纪大了，该享受的也享受过了，就安心去吧。儿子以后会记得给你烧纸的。你个小王八蛋！哦，原来是程总。不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
都是这个不孝子惹的祸。我愿意献出程家全部产业，只求您高抬贵手。爸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都献出去了，我们吃啥？逆子！哼，你以为老子就你一个儿子？大人，您随便提条件，只要我有的，绝不含糊，只求饶我一命。这个逆子，随您怎么处置。爸，清晨，我老婆说了，这药厂工地1个月之内好像就得完工啊。还有你们程家囤的那批原材料，怎么还没交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药厂我这就派人去见，原材料今晚就全部运进沈家的仓库。怎么样，老婆？行，不是，谁是你老婆？喏，我老婆大人都点头了，那你们赶紧滚，记得东西送来。谢秦先生，谢沈小姐，还不快滚！虽然你口无遮拦，但这次的确多亏了你。小事，我可看不得自己老婆被欺负。别皮啦。对了，你刚去找材料，看到林婉了吗？程家虽然罢手了，但药审流程还得重新走一遍，后续的资料还得他整理呢。对了，差点忘了他。哎，等等我，你要去哪儿？好难受。林秘书，秦先生，我好难受。秦晨，你在干什么？沈总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我被人下毒了。对了，沈总，小心千面，他冒充我。千面已经被我解决了。什么？那可是樱花堂第1伪装师，忍术天下无双，居然被解决了！不止呢，他刚才好像还那什么刑天、祝融、共工啥的，乱七八糟的，一块儿踢死了。什么？这可都是神话组织的称号级别杀手，世界排行榜前10的存在。你……哎，不对，林秘书，你一个做写字楼的，连这都知道？对啊，你是什么情况啊？其实我以前也是神话的成员，不过是外围。什么？沈总，我早就上岸了，是老董事长专门聘请我来保护沈总的。我爷爷，我去，他怎么想的？居然雇个杀手给我当秘书，而且还这么的不靠谱。沈总，这至少有人靠谱嘛，你说对吧，老婆？闭嘴！对了，沈总，今天不是药审会吗？咱们的上市申请通过了吗？别提了，全完蛋。爸，咱们到底还有什么办法呀？还有，什么叫不止我一个儿子？你在外面还有私生子？你他妈这个逆子还有脸说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锅甩给老子！我看你是巴不得老子死了，好继承家产。爸，我那不是权宜之计吗？你看我哪次认怂，那个臭小子不都放过了我？我要是再嘴硬，我们爷俩都得死。而且要不是前面那个废物没把配方搞到，我们至于今天这样吗？够了！不过这次也不能算是全无所获，至少那个女人的药审会被我们搅黄了。大人，可万一那娘们找别的渠道呢？每个公司每2年都会有一个药审名额，沈氏这些年攒下的人脉可不少，万一别的公司让给他了，找别的渠道，他找谁我就封杀谁，到时候谁还敢让给他审核名额？到时候配方和沈氏手到擒来。好囤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这红烧肉好纯啊，吃都堵不住你的嘴。不过爷爷，你这腿按照疗效至少还得半年的时间才能站起来啊，怎么？那还不是多亏了秦先生，从他上次给我施针，我就觉得不一般了。更何况我听说这是药审会，还多亏了秦先生救了你。小希，
你可得好好感谢秦先生。玉溪啊，这次你确实得多谢谢人家。是啊，沈总，你可得好好感谢我。他怎么可能会医术？肯定是药效提前起效果了。可是爸，现在药审会被程家搅黄了，下一次申请就要等2年，沈氏现在的情况根本等不起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人脉？这小溪啊，你已经长大了，我们把公司交给你了，你得自己想办法解决了，也不能什么都靠我们啊。我联系了几家还有药审名额的公司，但他们都忌惮神话和佐藤集团的报复，药审恐怕得另想办法了。这的确是个问题，不过有些时候没必要舍近求远。你是说他？开什么玩笑？他就是一个流氓小保镖，就算能打，但现在也不是能靠打架能解决的事儿啊！我才不信呢！林婉，融资机构那边怎么说？沈总已经是第9家了，一听咱们是沈氏的，直接就挂电话。据说佐藤集团放话了，谁敢给我们让药审名额，就等着破产。佐藤又是佐藤，阴魂不散，这世道还有没有王法了？难道我真的要去求他？这臭流氓平时积极，今天怎么跟块木头似的不吱声？烦死！清晨，融资的事儿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？沈总这是在求我，不过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吧。叫声老公听听。都叫那么多次还不习惯呢，那算喽。老公，再夹一点。你别得寸进尺。那算。老公，现在可以了吧？还不够，再亲我一口。你不说算了。哎，急什么？你要干嘛？别激动嘛，逗你玩玩的。你不说想解决问题吗？好说。既然渠道走不通，那我们就直接走官方好了。我还以为你能有什么办法。每家公司名额都是算法规定好的，2年才能有机会到药审会申请1次上市名额。你也说了是算法，那把算法干扰了不就行了？你说的办法就是黑药商联盟的官网，那可是最高等级的智脑，连最顶尖的黑客都不可能绕过去。怎么，不信？那你就去找渠道喽，然后把你公司的主导权让给别人。算了，让我来。哦？哼，你一个小保镖能有什么黑客技术？本总裁以前可是边研究边玩黑客技术，偷看花旗国的研究成果。要破解账号，我是专业的。这专业，不如还是让我来吧。别！已经失败太多次，触发了系统警报，防御等级先比之前至少提升了10倍以上。而且要是再操作的话，药审会的人还能顺着 IP 倒查过来，到时候公司就彻底完了。谁说不行了？看我操作！哎，你这可是最顶尖级别的防火，搞定。沈总，恭喜您的公司获得药审名额，请准备好公司相关上市资料，到药商联盟进行审核批准。怎么可能？你真的攻破了药审会的防火墙？随手的事儿，一个防火墙而已，没你想的那么麻烦。清晨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？想知道？今晚我去你房间，慢慢给你讲。不说就不说，你想说，我还不想听呢。我查了涉及到当年秦家覆灭的所有资料，都在这里。当年秦家惨案是3大杀手组织联合所为，但是背后还有一个组织隐藏极深，
目前线索只能查到，似乎和樱花国有关。樱花国杀手组织，难道是樱花堂大长老？是我来的不巧，打扰到2位了。你不是我保镖吗？什么时候又跟别的女人勾搭到一起了？沈总误会了，我只是帮秦晨一点小忙。哦，是什么忙？连我都不能帮你的。好了，别闹了，等处理完手上的事儿，我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你。其他事情我不管，再让他待在我家里，信不信我现在就阉了你？什么人？蝼蚁也敢对我出手？你是东皇太一，神话之主。我已经加强了周围防卫，他怎么可能悄无声息进来的？本尊想去的地方，还没人能拦得住。你们快走！他是神话之主东皇太一。东皇太一，有点意思，听着还挺唬人的。秦晨，这会儿你就别贫嘴了。神话能让诸国闻风丧胆，就是因为20年前东皇太一一人途经3大组织。名头挺大，那他和修罗比怎么样？修罗是传说中的人物，就算东皇太一也不一定是他对手。你不会觉得修罗能突然出现帮我们吧？那也不过如此，真以为是个人物呢。秦晨，小心！秦晨，你没事吧？接我一招还能站着，也算有点本事，应该还有半日可活。什么？操！差点噎死我了！看来是我小瞧你了，难怪能接连让我神话杀手折戟。不过到此为止了。不好，他要认真了。上次东皇太一动手，直接覆灭了境外一国。覆灭一国，真能吹。秦晨，你们神话到底要怎么才能罢休？条件你们开，只要我能办到，都可以答应。别啊，这种角色你少说2句，算我求你了。哼，算你识相，把生命之源的秘密告诉我，说不定我还能留你这个小保镖一个全尸。如果你能答应放过我们，我可以把配方给你，但新药都是我自己研发的，你说的什么秘密我根本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外界可都在盛传你可是唯一救过修罗的女人，更何况你的药还能延年益寿，你敢说和修罗无关？修罗？你认识修罗大人？修罗？我不知道你从哪听来的谣言，但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修罗。你找错人了，请你赶紧离开。事到如今还在嘴硬，那我就只能将你抓回神话刑狱，慢慢拷问了。于西，和本尊动手，还敢分神？死！恭喜你，成功让我生气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这一拳可是连坦克都能打穿，他居然纹丝不动，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什么？东皇的乾坤掌可是30年来从无敌手，居然直接被单手接住了。就这，还神话之主？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如此挑衅我。看来之前还是小瞧你了，但接下来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糟了，秦晨小心，这是他的绝技双龙式。双龙式一出，无人能挡，所过之处全都灰飞烟灭。完了完了，这次是真的完了。2条小泥鳅也敢叫龙？找死！斩！你是修罗？什么？修罗？你居然真的是修罗大人！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现在才认出来，我之前不是告诉你了，你不信啊？我怎么知道你会窝在一个小公司当保镖，还天天被一个女人呼来喝去的？你可是修罗！修罗怎么了？修罗就不能当保镖吗？我查了5年，找了5年，我一直以为你死了。行了，知道你迷恋哥，先说正事儿。
当年秦家灭门案，如果真是樱花堂的老东西，就都说得通了。山本次郎一求长生，自然会盯上修罗石。当年清算樱花堂的时候，把他给漏了，躲了10多年，他倒是命大。山本次郎这些年一直在搜寻天罗地堡恢复实力，如今他大限将至，派来龙京的人又屡屡失败。明天的发布会，他一定会亲自出手。既然他想来，那我明天就等着他来。你帮我盯紧樱花堂，这次我要一网打尽，这笔账也是时候算算了。明白。不过我帮修罗大人这么多，修罗大人有什么奖励吗？清晨，我先走了，随时联系。你醒了？是我醒的不是时候了。那妮子是看出你醒了，故意整我，你还真吃醋了。我吃什么醋？倒是你没事吧？受伤了没有？怎么，沈总要检查检查吗？臭流氓！臭流氓，不知道是谁昏迷的时候一直喊我名字呢。你，对了，那个杀手呢？放心，有哥在，一招直接给他秒杀。什么？你是说人家堂堂全球第一杀手，神话之主，被你一个小保镖随随便便就干掉了？不信？当然不信。不过你能跟他过那么多招，还能全身而退，看起来也不像是无名之辈。秦晨，你到底是谁？雨熙，等明天发布会结束之后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不说就不说，搞这么神秘，你真以为是什么武林大侠啊？那武林大侠英雄救美，人都是以身相许的。沈总打算怎么汇报我？别闹，我还有正事呢。什么正事？我要给林婉打电话，明天我就要召开新药的发布会。佐藤这一招瓮中捉鳖，果然是妙啊！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那个女人为了沈家在我面前摇尾乞怜的样子了，哈哈哈哈！不过，那配方到底有什么秘密，居然值得佐藤如此大费周章？管他什么秘密，佐藤家族可是樱花国第一财团，只要跟着大佬后面，咱们就只管吃肉喝汤就行了。到时候咱们程家一飞冲天，谁还敢小瞧咱们？什么？沈氏的上市申请通过了，沈雨欣明天就要开发布会。八嘎！这么简单的事你们也能办砸？蠢货！这事不是你安排的吗？哎，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罢了，事到如今，只能用那个方法了。大人，您可以现身了。这是没见识！这可是我樱花国第一杀手组织樱花堂唯一的大长老山本大人。山本大人百年修为，一身邪功登峰造极，这世上除非神话之主东皇亲自出手，否则这天下无人能敌。山本大人如此厉害，可是大人，那个贱蹄子身边的保镖实在是诡计多端，我担心。我自然是有办法。去吧，方法我已经密音传于你们了，明天就是最后的机会。配方什么的我可不关心，我只要修罗石。修罗石？大人放心，若此事能成，不管什么石，你只管拿便是。大人，你放心，这次那个小贱人绝对逃脱不了我们的手掌心。今天，生命之源将正式上市，这款药将彻底改变全球医药格局，真正让龙国医药站在世界之巅。不好了，沈总，程家的又来闹事了。清晨，帮我去解决一下。遵命，老婆大人。谁是你老婆了？沈总新药发布会，我带人来庆贺。
你们就因为一点仇怨动手打人，还有没有一点天理？还有没有王法？程总，这戏演挺足啊，识相的赶紧滚，不然……哈哈哈哈哈！臭小子，你真以为我是来闹事儿的？调虎离山。这款药不仅可以很大范围的帮助治愈渐冻症，在延缓寿命方面，什么味儿？沈小姐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沈小姐，我的耐心有限，修罗石到底在哪儿？什么修罗石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还敢嘴硬？不知道？那你的新药是怎么回事？能延长寿命的药，没有修罗石的力量，怎么可能研究得出来？那是我自己研究了10年的成果，跟什么石头没关系。这话你骗得过东皇那个蠢货，可骗不过我。那你告诉我，5年前那个雨夜，你救得浑身是血的那个男人是谁？怎么装不下去了？你救修罗的时候，修罗石当时可正好在他身上，你不可能没见过那块石头。5年前，修罗。是他，原来是他，从始至终一直都是他。就因为我一次微不足道的帮助，你就如此不顾死活的保护我吗？想起来了，说，修罗石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贱人！不要来，清晨，千万不要来。大人，这女人嘴硬的很，光打没用，不如先让我尝尝她的滋味。等她成了我的女人，还不得乖乖把那个什么石交出来？滚！你滚开！不要！我看谁敢动我老婆！哟，小杂种，你还真敢来送死！我的手！山本大人救我！年轻人，当着我的面动我的人，是不是太不把本座放在眼里了？就是，你知道你面前站的是谁吗？这可是武功早已超凡入圣的山本大人。这世界除了东皇太一，其他没人能是他的对手。等山本大人杀了你，我就当着你的面好好享受这个女人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清晨，清晨，快跑！想走，晚了。你很在意这个保镖，交出修罗石，我饶他一死；要么你们就一起死。这个世界上想让我死的人很多，但最后他们都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大的口气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只要东皇不出手，山本大人就是这世上最无敌的存在。山本大人，别跟他废话，先杀了那个小杂种。这女人，我有的是办法让她开口。东皇，你说前天被我一掌打死的家伙，一个倭寇小贼罢了，也敢在我面前称无敌？什么？八嘎，找死！不要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世间除了东皇，我便是最无敌的存在。东皇不在，除非修罗降世，否则不可能会有人修为在我之上。很简单，我成修罗不就行了？血月当空，修罗降世。
不可能，修罗不是已经死了？20年前我明明亲自灭了秦家满门，他不可能还活着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修罗怎么会是你？不可能！修罗来了，所有人都得死，都得死！你还有你都得死，没人能逃掉！你到底是谁？难道真的像他们说的，你是修罗？什么修罗不修罗的，我只做你一个人的保镖。沈总，刚才那个绑架是你专门设计的吗？这节目效果也太好了，全网现在都在刷咱们沈氏新药，咱们订单直接爆了！啊！据悉，佐藤财团继承人佐藤一郎因涉嫌垄断、跨国犯罪与恐怖组织勾结，已被国际组织抓获。八嘎！你们居然敢抓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八嘎！你干嘛？走，就让我这个小保镖带沈总走向人生巅峰。